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智能车研究所。如果我问大家现在城区自驾哪家强啊，大家心里面可能会马上想到华为、小鹏，可能还有理想。那了解特斯拉的朋友可能也会说，特斯拉的 FSD 13.2也很强。但如果我说现在有一个还没量产落地的自驾系统，它的能力比刚才那4个可能还要更强，你会相信吗？我也不大相信啊。所以今天我们特意来到上海，一镜到底测自驾，测一下啊，不是这台车，这是一个工程样车了，主要测的是它里面运行的来自地平线的 Super Drive 自驾系统，听说真的很强。那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开始吧。好，我们现在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一镜到底测自驾了。今天我们的路线会在上海的老城区里面走的。如果大家没有在这个季节来过上海的老城区，也可以通过我们镜头欣赏一下。我觉得这一片的路还是挺美、挺漂亮的。然后，我们今天的路线呢不是很长就是6公里左右，但是时间会比较长，可能半个小时，因为中间会通过很多路口啊。大家现在可以看到了，一出来就马上遇到一个非常多行人的十字路口。然后跟我们一起来测自驾的还有一位来自地平线的美女产品经理小倪。Hello， 小倪。老师你好。小倪的声音会出现在我们的视频里面啊。小倪能不能给我们先介绍一下这套 Super Drive 的硬件呢？好的。我们现在的硬件的话是带有一个128线的激光雷达，然后11V、3R、12 USS 这么一套整个的硬件传感器配置。然后咱们的芯片的话，主要是基于我们的 Go6P 的计算平台。那现在的话，相当于我们现在这一套搭载在我们现在展示车上面的，应该是我们 Go6 家族里面算力最高的一个，它有560 TOPS 的一个芯片算力。560 TOPS 那就相当于是2个 Orin X 的算力了，对，是的，差不多有。那所以难怪能做到。首先，我们现在直观上已经能看到这个 SR 界面非常漂亮渲染的。就像一个游戏画面这样子。是我们是有点宣称那种3A 游戏大作，我们其实是想把这种真实的世界，还原，通过数字来还原一下。你可以看到 HMI 上面它的这个渲染，它的树干、树叶，我们做了详细的颜色区分。对，包括对面的楼层，其实建筑物，其实我们都会有具体的一个渲染。对。就包括一些天桥或者说高架桥旁边的石柱，我们都是会通过点云扫描来完成的。哇，这个真的是很细致。之前因为有些朋友说，就自驾界面的 SR 好像没什么用，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更加好看的 SR 界面，其实是可以给到用户更多信心的。是的，对，就他会了解这台车正在做什么。对，是吧？一方面是美观，一方面是通过我们的 HMI 以及我们的舱内的交互，给到驾驶员一些信息的传达，就是让用户知道我们的车下一步会怎么样。那这样其实也是建立信心和一个交互的过程。对，好，我们现在看到它要发起一个左拐了，在 SR 界面这边就会把行驶的轨迹给先描绘出来，然后这边有2个行人。因为左拐的话会遇到左边是行人可以通行的状态，所以它很好的 Super Drive 礼让行人之后，很快通行了。对，我们其实是跟右转的那个车做了一个博弈。我们跟车的博弈的话，其实就是优雅不怂的一个形容词吧。然后对行人的话，我们会更加礼让一些，因为在上海，包括很多城市，其实都是车让人，人让车。所以说我们该怂的时候要怂一怂，该让的时候，该冲的时候，我们也会继续的去跟车辆做激进的博弈。优雅并且怂是吧？这挺好。这真的挺适合上海的。我们今天会通过几个路口啊？之前有没有数过？这个还没有数，但是至少有很多个左右转。其实专门设置这个途经点也是希望咱们在有限的时间多体验一些不同的场景。然后咱们今天的路线会去到上海的一个地标打卡的位置叫新天地。那边的话基本上也是黄浦区这一块的一个比较有名的就是打卡点。然后 City Walk 这一块的话比较丰富。那也就是意味着会有很多人了。对。但是现在这个上班时间点，我们可能会需要随机的去看一下这个车流和人流的情况。但是其实从上海我们选的这个区域来看，它的屏风跟高峰它整体的差异不会特别大，就是随时都有车，因为有很多游客在这边，随时都有人。你们选这个路线也很有自信哦，选择上海的老城区。对。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界面。这边大巴、轿车、SUV 全都有一个区分。是的。
刚才提到那个现在 SuperDrive 用的芯片是增程 6P， 那增程6整个家族还有些什么芯片？它有 Go6M、Go6H， 相当于一共有6款，可能具体的它针对的不同的算力，或者说从低阶的到高阶的，它就是全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家族的芯片来包掉。这个其实就看大家的一个具体的需求。那能做到城区自驾的话，是不是只有 6P 现在？Go6M 其实也是可以的， M 也可以。对，然后其实城区这一块的话，我理解咱们就是需要根据算力去做一些模型的，也不是把功能的一些裁剪，就是当我们其实选择不同的芯片的时候，它可能只是说我的功能的多少的一个区别，对。那现在这个 SR 界面的渲染也是用增程6芯片完成的吗？这个不是，这个应该是我们专门的一个瓜，其实它也是我们的伙伴之一嘛。专门用的是瓜的那一片的它。瓜，对，是的。地平线有一个是可以算子公司吗？这个还是一个新的公司？其实是我们的一个，我理解不能叫子公司，好像也不太合适，但是。跟我们其实确实是紧密合作，这个合作模式可能我还得去确认一下。对，就是地瓜是吧？对，是的。地瓜就是地平线把就之前是西瓜，不好意思。西瓜不是地瓜。之前的红西瓜。那又是另外一个瓜。对，咱们的瓜比较多。我还以为是地瓜呢。地瓜就是做一些像机器人那些的业务是吧？对。然后红西瓜就是做这个偏软。西瓜的话，我们其实是主要把座舱的这一块的一个内容给单独分出来，它的一些渲染和设计什么的，专门有一个团队在做。好，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 SuperDrive 的就红灯的停车还有起步的加速度控制都非常的滑，非常的顺滑，没有很突兀的感觉，然后起步的效率也挺高的，还发起一个右转。是因为也不是因为要右拐。这里其实是因为我们需要做提前的一个导航变道，因为我们在下一个路口要右转，然后连续其实遇见的都是这种很短的路口，就是虚线处很短。那在繁忙的市区，那可能现在早高峰刚过，我们车流还看不出来。那拥堵场景下，如果说我们到了路口前再发起变道的话，基本上大概率会有一些失败的可能，所以我们会提前的去做一些车道的选择，让它进入一个成功率比较高的一个车道内，然后这样我们就发起右转的时候就会比较合理。那像这种是写到规则里面的吗？这个不是，其实这块是我们的端到端的一个一段式的端到端，它的模型输出的。那我们的规则其实主要是用在一个基座、底座，就比如说端到端之外的一些，比如说我们基于安全，就是安全如果用端到端，它可能是不是很好的解释。对。那在这些安全规则，我们可能会去做一个兜底，就是既保障它的表现、它的轨迹啊，或者说是一些拟人的行为的同时，我们对安全又有一定的支撑。是的，我们之前测过很多车型都是，就是目前来说，宣称自己就坚持一个大模型端到端的，就是只有理想。然后，但是理想的话呢，就确实有些时候你会看到它的下限会有点低，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用模型用规则来兜底还是比较合理的。对，这个其实也就跟昨天咱们那个媒体大谢宴其实能结合到一块儿，就是每一个新的技术，它可能它的边界都会比较清晰。那如果说我们只不把这些技术都糅合在一块儿的话，那可能我们的车就没有办法做到既要又要。好，这边发起一个90度的右拐。对，咱们的车其实会在行人基本上走了之后，不会说他走远之后我们刹停，我们会采取一个蠕行，或者说把速度降得比较低的一个方式，这样我们在起步的时候也会比较快。这个就是我感觉体感上比较舒服的原因，就是它的提前量做的比较足。是的。其实我们现在评价一个自驾系统，就除了评价它能不能通过安不安全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拟人性。就是他的动作跟真人司机像不像？如果像的话呢，就车上的乘客，包括我自己开车的时候，也会觉得更加舒服或者安心交给他。但如果他的
动作是效率很高但不像人的话呢，其实我作为监督员也是会有点怕的。对，因为它可能会超出你预期，就是你的预期可能跟车的行为不太一样，它会有一些僵硬和死板，这也是其实我们引入端到端的这种一个比较能解决这一块问题的一个方案嘛。是的。那你们现在端到端训练的那个视频的 clips 大概有多少？这个我不太确定，可能需要跟我们的数据团队确认一下具体的数值，再做一个回复。但至少从现在出来这一小段SuperDrive 的表现来看，我觉得这个训练量是足够的。对，其实我们都是在需要就是内场和外场做大量的实验以后，我们测试以后，我们才会让它做实车，然后做体验。就是我们其实还是希望首先保证它的安全性，在安全性之外的话，我们再去看它的一些技术的新效果。你看像这种停车，它就会慢慢的把车速控制很低，蠕行贴近，然后再慢慢刹停，这过程就很舒服。是的。然后包括起步也是，稍稍的绕行一下，还是很聪明，我觉得这个系统。对，我们其实主打的是拟人嘛，对，就是希望它能越来越像人类驾驶员一样开车。我昨天晚上听于凯博士说到有一个点挺好的，他就说，如果一个智驾系统它的动作是比我们真人司机的反应还早一点的话，那它就意味着它更加成熟一点。对。就比如说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时候应该向左变道了吧，然后就你还不变道，然后这个系统才变道，就证明它其实反应还是慢一点。对，就说明其实它的训练量或者说它的一个拟人度还是不太够。对，那其实这个时候就会损失用户的一个信心。对，在理想情况下，就是我都不知道，就或者我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它已经做出了我想要做的动作了。是的。那这个时候就说明它就真的可以替代我来执行驾驶的动作了。好，我们刚才这一段都很顺的啊。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太高难度的状况啊，前面这里会有一个大巴占了一点点车道，但是我们能看到它已经是贴近左边了。好，稍微减点速，有点防御性驾驶通过了。是的。对，防御性驾驶也是一个就我们老司机比较看重自己的一个技能啊。那所以如果现在这套系统能有这些防御性驾驶的技巧展现出来的时候，我都会觉得那很棒。对，其实我们现在防御性驾驶它是一类一类场景的去更新在我们的版本上。那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盲区、路口、货口这些，以及风险车辆，其实都会做一定的防御性驾驶的策略在。那在这一块的话，它可能就因为就是有的时候过于防御性驾驶的话，它又会让车辆降低它的效率，寸步难行。所以说我们其实是逐步的去开放，然后去调教这个车辆。好，我们刚才通过了一个全屏红灯的右转，然后这边左转的话是一个共用的执行左转共用路线，它都很好的应对了，非常棒。好，哇，你们挑这个路线真的左拐右拐，在上海这个老城区里面。对，其实可能现在的这个交通流还没有显示出最拥堵的时候，那其实这条路线的难度从车辆更多的时候，可能能更体现它的一个我们想说的是魔鬼级的难度吧。然后这条路线叫春爱新天地。对。那至少现在能看出来，就 SuperDrive 这套系统对于这个行人它防御性的减速了，非常好。对，还做了一个横向的避让动作。对，然后就是它判定行人也避让我们之后就通过了，但是刚才通过的速度也是比较安全的速度，在安全的范围内，这很好。所以至少我们在这条路上面能看到这套系统它对于路线的选择还有一些拐弯的时候的动作这些基础的东西，我们还是能看出来的。现在都做得很好。对，这块超宽车道，其实你能看出来我们跟社会车辆
它停的位置是差不多的。对，其实我们甚至比超宽后面这个车还贴得近一点。对，其实我们是希望能够就是给右侧，因为上海的非机动车也很多嘛，那在这会儿可能不太明显。你看现在过来一辆，对，能看到。如果说我们居中或者把这个超宽车道分割成就是脑补成双车道的话，它一定会不像人类驾驶。那这样的话，其实我们是在学习人类驾驶员的一些开车行为，就比如说给机动车、非机动车留足一些行驶空间，也让我们更加安全嘛。对。大家现在可能已经发现了，这台大众 ID.4 前面的中控屏有点奇怪啊，因为现在 SuperDrive 还没有真正量产到车上面呢，所以现在是一个测试车、工程车的状态。包括这个中控屏，其实它不是一个中控屏，它是一个小米 Pad。整个界面是在一个平板上面模拟出来的，所以就是跟大众原生的那个是会有点不一样。是的。那到时候量产上车的时候也会保留这个 SR 的界面吗？这个会，但是具体需要看我们的客户的一个要求，就比如说它是一个单中控方案，还是说它需要一些仪表盘，那我们可能会做一些分屏的设计。但是整体的渲染或者说我们的效果啊，或者说这些是基本上要跟现在保持一致，或者说还会做持续的优化和迭代的。那比如说要实现这种级别 SR 的效果的话，需要什么样的中控芯片呢？这一块我好像还不太清楚，因为这块是之前我们聊到的西瓜那边的一个方案了。这边很有意思哦，这条车道是一个中间绿化隔离带分开的，左右走的。因为我们是直行，所以我们就选择了这条比较少车的路线。是的。然后如果说我们刚才右转遇到有车流持续在辅路的话，我们或者说是右侧有拥堵的话，我们也会选择到我们的左边，就是主路上去。那这块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动态的一个 drive line 的一个生成，它会选择一个路口内最优的轨迹。这是咱们3网合一的一个技术。然后我刚才发现一个细节，就刚才有一个那个水泥车从前面走过，一开始从左边出来是显示是一个大巴的，然后到中间的时候就识别出来是一个水泥搅拌车，它的模型就改变了。对，它其实是一个那种模型的扫描，它比如说近距离以后我扫描到了，它其实是个异形车。那我们其实刚才还是聊到的还原真实的世界，那我可能会把那个形状直接把我们固定的已有的白名单的模型给它，就是通过就是匹配去匹配它那个扫描出来的形状。那如果出现一些特种车，比如说救护车、消防车、警车，还有驾校教练车这些，会不会有一些特别的策略的？特别的策略的话，在我们现在这个版本还没有上。我们现在做的是一个风险车辆的识别。我只是说识别到这辆车的时候，我会给你一个渲染和一个三角标的一个提示。然后在下一步的话，我们也会持续通过 VLM 去VLA 这块去迭代它的那个，比如说我要自动避让。那这块就是会通过我们的新的一些技术去持续的做迭代。好，这边我们又来到一个右拐路口了，右边会有一些自行车的，对，所以他会先让过去，这很礼貌哦。把右边的自行车让过去之后，发行一个右拐。你刚才提到是有 VLA 的有 VLM 的功能是吧？现在对，是的，这也是一个礼让行人了。对，他很提前，所以。但他提前的时候，他就不会完全把车刹停，而是就把车速降下来之后，慢慢靠近那个行人。这真的很像我们自己开车跟行人博弈那种状况。对，如果我们再刹得晚一点，有时候用户就会没有信心了。对，因为我们其实需要看一些丰富的、有经验的老司机和我们的新手司机。但我们如果说把这个阈值控制得太近的话，可能有的用户心理承受不了，他可能还没有给到足够的信任，那可能他会接管或者是怎么样。那其实我们所以说尽量对于行人，我们还是谨慎的礼让。对，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因为我们自己开车，或者说我们自己有很多行为其实是不自觉的，我们自己也没有想过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现在看这套系统的行为，再反过来看自己，就有点理解了。就比如说刚才那个行人，如果我正常开车，我也会这样，就远一点，先有一个明显的刹车动作，然后再用一个很慢的速度靠近他。其实这个就是跟那个行人在沟通，就是说我看到你了，我刹停了，但是我要过来了，你要快点过去。对，我先让一让你。对，就是大家要通过这个行为来沟通。那如果说很机械的，我就到他跟前，突然一脚刹车跺下来的话，那会把他吓一跳。对，然后我们的体感也不会，对自己也会吓一跳，这就很不好了。
啊，这边果然他一看到行人出来，他就会稍微减一减速，然后靠左避让一下。对，刚才提到 VLM， 那现在其实 SuperDrive 也是有 VLM 的能力，是吧？对，是 VLA。好，VLA，然后它会针对具体的场景，我们现在是因为一个一个的场景在做训练，然后其实我们现在也是这个版本最新的一个首发，就比如说我们的交警识别，我们能够看到交警是否在给我们有指挥有交互，那它会做一个宵醒的一个穿着小制服的一个行人，那我们交警识别和显示，那我们后续持续会做的是再去通过这个 VLA 的模型再去看它是不是在指挥我们，它指挥我们的行为的意图到底是什么。那我们会现在只是先做一个提示，那后续的话我们可以根据交警的一个行为来自车进行响应，比如说他让我们停，他让我们走，还是怎么样。好，这里终于出现一个比较难的状况了。先看一下啊，前面有2个行人，然后呢，我们的车道是被占用了，我们要借用对面车道。好，他慢慢的绕过行人，然后呢，对面车道也有个行人出来。好，他果断的绕过去了。哎，这个很好。对，可能大家听说很多的都是 VLM 啊，因为理想的宣传做得很好，他们经常吹 VLM 这个词，所以大家都听说过。那个就是理想，它会通过一个系统去把它的系统识别到的真实世界的状态，比如说这个潮汐车道啊，比如说公交车道限时通行啊，把这个状态给描述出来，指导它的端到端模型去行驶。然后 VLA 呢，其实是现在业界下一个技术点吧。可以说是，就是识别到真实世界的状态之后，不是输出一个文字描述，而是直接输出一个动作了。对。那所以刚才小尼提到的，就是在未来我们是能看到，比如说交警给我们一个手势，然后这个系统就能判断出来，直接按照交警的手势去动作。对，是的。那这个估计什么时候能上到 VLA 呢？其实现在已经有了，就看我们版本的一个迭代速度了。好，刚才让了一下那个大伯啊，大伯也很礼貌的给我们招个手。就以后上了 VLA 之后，其实系统也能看到这种行人的状态，是吧？但是其实这一块的话，我们还是会通过感知，因为 VLA 其实它的作用和算力的话，其实我们能通过纯感知做的，其实就不会再去叠加这个 VLA。就包括咱们的天空牌识别和直行带行区，其实感知现在的纯视觉也是能做一定的支持的。你刚刚说天空牌，就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的潮汐车道，或者说就挂在上面那个。对，是的，它一些箭头标志、颜色标志这些。那可能文字的话需要通过VLA 去处理。因为用 VLA 的话，算力的要求会比较高，是吧？对，但也不会非常的过分。对，是的。那问个细节一点的问题啊，就是现在 SuperDrive 它的输出动作的频率大概是多少？这个问题有点难倒我了。没事，我回头再查一下。好的，这块我也问一下我们专业的研发同学，再给一个回复。对，不过就是从刚才的动作来看，频率应该是挺高的。因为如果输出频率不够高的话，就明显你会看到，比如说很近才会有动作，然后整台车的它的时延这一块是吗？对，时延这一块，这些真的做得很细致，包括这些树，你看这树的样子都给描绘出来，就跟旁边那个很基本上是一样的。通过实时的一个扫描和渲染。对。可以把这个全屏吗？不可以。这个暂时做不了，因为导航界面的话，我们暂时这一个版本的话，它是分屏的一个显示。对。现在这台车还是主要用来展示的，所以就有些细节大家就不要太抠了。那你们有没有测试过在红绿灯的就有很多路口那种环岛上面，有没有试过？试过。其实我们也是通过3网合一，就是静态的、动态的障碍，以及一些 OCC 的这种通用障碍物这种，我们把这3个结合在一块儿输出它的轨迹，然后就是整体的话，它还是能够正常的通过环岛的。好，这边会稍微电动车多了一点了。
那我觉得上海的电动车还是比较守规矩，欢迎你们下回来广州挑战一下。是的，它基本上可能就只会超过非机动车道一丢丢。对对对，一丢丢。個整體數量都唔係好多吧？对对，电动车的数量也不是很多。就是在广州，你会看到电动车是走在你的右边、前面、左边都会有。哦，这边车流稍微大一点了，然后我们可能马上会有一个向左我们要借用左边车道了，所以看一下这个处理啊。哦，红色的话就是被占用了。然后对，红色的话是我们的变道空间不足，它其实是你能看到有两个落选框，它其实是展示了我们的一个思考过程，我是选前面的好呢，还是选后面的好？那这也是一个量产非量产版本嘛，我们其实就是希望把我们的思考方式让用户能更能理解。这个挺好，而且我发现它刚才左拐的时候会有一个框，有一个格子，对，那个格子就是需要用的空间，是吧？对，我变道可用的空间，就比如说红色那一节，就是我可能还过不去，那我随着两个前后车的空间加大的话，我的红色可能变长以后，长的一个长方形，它就会变成一个绿色的，就是绿色就是我们可以选择的，可以满足我们变道要求的一个空间位置。而且刚才向左借道那一下，其实那个空间我看到还是红的，然后它也会很快的去稍微就压一下左线，让后面的车给我们让一下。对，我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的一个变道的博弈策略，因为在这种老城区，你如果没有一些博弈动作，一直是居中，然后抓住时机才发起变道动作的话，基本上会错过很多的变道时机。对。那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贴近车道线，往那边先试探一下的这些行为在。这其实跟我们刚学完车的时候那种状态挺像的，就刚学完车的朋友们可能都不大敢做这种动作，然后就变道只能打个左灯，在那等后面的车给他机会。但是你的驾驶经验多了之后，就会知道这个时候我看到左边有一点空隙，我要先把半个车身或者半个车头先怼过去，对，我会挤一点先进去，挤一点，然后就逼着后面的车给留点空间给自己。是的，这真的是挺拟人的。好，然后这边我们又来到一个现在车流真的多起来了，这一段的车流多起来了。这个路口会有些电动自行车在我们前方了。它也会按照用不同的颜色来显示出这个。对，是的。就是红色的时候是要它离我们很近了，就是要特别注意了。对，是的，相当于是0.4米的这么一个距离。黄色的话是0.9米。真好，车上面有个产品经理真好，就是量化的数据都有了。我们之前就能判断，红色的是很近的，但不知道有多近，0.4米。你们这个数据定的很，为什么0.4不是0.5？这块我感觉就是0.5，或者说这个跟我们的车道啊这些都是有关系的。就是如果说我们在窄车道的时候，你把这个颜色弄得太近，那可能周边一片全都是这个颜色。就是可能还是就是它的区分意图，其实我们的意图是能够明显的区分这个东西，它确实离我们很近。那在这种窄道或者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通过测试看出来，这个0.4好像0.5好像是太普遍了，然后经常过窄道，周边的我们的极限距离都没有那么近，那可能就大家都红了，那就不是很好看了。这边一个拐右。刚才这个拐右的路口就是打了一个很大的角度的弯过来。对，因为一开始可能刚才没注意到，右边应该是有行人在的。然后我们其实是会在路口内做一些绕行，那绕了之后，它可能它的一个整体的轨迹是因为是实时输出的嘛，它在实时计算，那它的轨迹会有一定的变化。好，这边这种绕行都提前量做得很足。对，我们现在是追求这种静态的障碍物是不要做降速。对，就是我能够平稳的、很丝滑的给绕过去。其实就你们做自驾产品经理，日常的工作都是些什么呢？我们可能会分析需求和场景吧。对，主要还是做这一块，然后感受一下版本的质量，然后把关哪一些。我们其实现在总说拟人和优雅，那这一块它其实是基于规则，或者说是基于一些逻辑给不出来的。什么叫拟人？什么叫优雅？那我们可能会在这方面做更多的发力。刚才我看到对面车道有侵入行为，但是他就一点减速都没有，稍微靠右就过去了，做一个偏移。我们绕回来了，我已经是的。
哦，然后前方应该就是我们最后一个场景了，是我们的K turn，就是白话一点，就是我们没有办法一把掉头，我们先倒一把，我再往前开，对，是一个有倒档的这个就炫技了啊，朋友们，炫技的时刻来了。来是可能要试试看咱们能不能这一把很丝滑的通过了。对，因为现在这种在正时城区城区自驾里面能实现掉头或者倒车的自驾系统的话，就只有特斯拉的 FSD 13.2，就目前只有一个。目前我们国内的像华为啊、小鹏啊，他们可以在停车场的状态下面实现这种掉头。哎，我们看到前方的车了，那个车它被哎，我们从这个第三方的角度来看一下，看完他表演，待会儿我们自己来了。啊，他这倒车了。倒车确实是很难做到的，因为我们现在自驾系统的感知系统都是集中在车头，因为前方有激光雷达，有毫米波雷达，但是倒车的话就要更多用到后面的可能分辨率不是很高的视觉数据。对，哎，很棒，它掉完了，成功通行了，它掉过去了，然后就到我们了。我们在等这个红灯，红灯之后就我们自己来做这个掉头，3点式掉头。其实最开始很多自驾系统它不能做掉头，就不是这种要倒车的掉头啊，就直接4个车道那种大比较宽车道的掉头都做不到，就是因为侧方的感知不够丰富。所以现在量产的车型里面，就是华为跟小鹏他们2家是可以做到的。对，然后基本上他们就是 U turn。对，他们就一把能掉的在大路口可以通。他们也不会有倒车的动作。就如果 U turn 发现到不了，他们就会退出了，就寻求驾驶员的帮助。好，我们来看一下 Super Drive 的能力啊。所以当时特斯拉他们那个 FSD 可以掉头的时候，也是很多人会惊讶的说啊，竟然能做到这种倒车掉头啦，很厉害啊。对，然后咱们现在就是这种掉头的话，就是可能这边车流比较多，而且你们这个难度还更上一级哦。对，你要在路口这边有对向来车的情况下掉头。是的，有的时候就有可能会被就是怼上来的车卡住。嗯，是的。对，是的。它不会，因为左侧因为持续有那个对电瓶车，所以它会多方观察。哦，它就会留出空间给自己。好，哎，这个宾利是不是要过来？这个更上难度一点了。哇，持续的车流。好，看这个过了以后，我们应该要行动了。有个空档了，要行动了。你们会优化它，到时候会有下个版本可能往右边接，对，再打大。对，后续我们就只是不是我们现在就3点，以后它就能变成5点、7点，就是 N 点。就是如果说后面我被挡住了，那我就换一个方向，我去重新规划我的轨迹，去提高它的效率。因为这也是我们这个版本刚上新的一个特性嘛。嗯，对。后面的话其实持续。对，做的是给它提效，就比如说后车怼上我了，我原来规划的轨迹没有了，走不了了，那我是不是应该重新规划一个轨迹？哦，所以现在这个轨迹就是在一开始发起掉头已经算好了。对，是的。哦，那所以就现在确实就能掉头，但是这个效率还不是很高。对，我们下一步要做的就是提升效率。对。疯狂按喇叭。对。大家理解啊！第一个版本能做到已经很不错了。对，这也是我们国内地平线做的首发的一个功能。是。好，然后我们就对，我们现在到目的地了。好，完美。我们这一程在上海老城区里面走了一圈，然后还做了一个3点式掉头，零接管，完美的回来了，非常棒啊！是的。如果我闭着眼睛，就除了那个掉头，我觉得就是人开的，就像人开的。对，之前那一段都很像人开的。好，谢谢大家，我们就到了。好，跑完这一段下来，大家对于地平线 Super Drive 的表现，觉得可以打几分啊？10分满分的话，你觉得它值几分呢？现在这套系统还没有量产啊，按照他们的计划，应该会在4月上海车展的时候做一个比较大规模的发布，然后会在25年的第3季度，也就是秋季之后，就会落地到第1台量产车上面。
面，但是它的第一台车不会是大众的 ID.4，虽然这回我们试的车是大众的，但是因为大众它已经找了另外一个这种自驾系统的供应商给它做定点了，那所以就不会是地平线的。那大家也可以去猜一猜地平线这个 SuperDrive 尝试 NOA 落地的第一个车型会是哪个。好，那今天时间就先到这里了，大家记得一键3连啊，还有关注我们智能车研究所，1万粉要抽大奖哦！谢谢大家，我们下回再试自驾了，拜拜。